93，二档130，不能太快了。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辆车的坐姿啊。这辆车坐姿其实蛮激进的，你别看它坐垫挺低的，但其实你真正坐起来之后，它的车把很矮，你整个人是往前趴着的。再加上我骑仿赛，我习惯是把我的尾椎骨顶在后面的，所以我整辆车的坐姿是非常激进的。然后呢，刚刚有简单试一下这辆车的无离合换挡，非常的丝滑。当然，我不确定是我刚刚说的，不确定是我习惯了。你看我现在没有离合，3档、4档、5档、6档、5档、4档、3档。无离合换挡非常的丝滑，顿挫感很小，只有在降档，因为现在车速比较低嘛，只有在降档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会有一点点顿挫。总体来说，这辆车的这个无离合换挡是很顺的，后面没有车，我们掉头。低速转弯可控性很强。那么市区代步，其实这辆车，你在7000转以内，我觉得是 OK 没问题，可以骑的。扭矩是有的，车速也不会说骑得很慢。哦，虽然是低速，它在低速会回油会放炮哎，你没有听到吗？啵啵啵啵的。然后呢，水温也是 OK， 现在是100度左右，跟我杜卡迪差不多，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一个水温。那么这辆是500 SR VOM， 对，它是4缸，它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听到了吗？然后呢，它在低速哈，就是在你车速不快，比如说2档7000转6、70以内，其实你在收油这下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回油的闯动感，这个是我无法用控制油门来避免的。我来骑起来给你演示一下，比如说现在是一个比较低的车速，你看，我可以控制得住它，我能接受。但是很难避免是，你但凡轻微的收一点油，它就会，你轻微收点油再开油，它一定会有个闯动感，怎么样都会有一点点闯动感。这个是我觉得不是很细腻的地方。比如说在城市里头吧，你要压在60以内骑，其实你看我3档5000转。完全够骑，而且车的声音是非常小，很安静，整个车的运行震动也非常小。这台车其实它的共振点大概是在7000转过，7000转左右是个共振点，在7000转的时候震动会比较大，主要是用你的脚跟手把传过来，屁股还好。但你一旦过了8000到8500，其实震动感就消失了。这台车在城市驾驶，它的减震刹车非常好用，我个人给的评价非常高。虽然说这台刹车是春风的，但是好像是凯越的那个刹车，你看过减速带很 Q 弹，减速带过去之后，它不会把我整个人颠起来。要知道这是一辆仿赛，正常仿赛坐垫是减震是贼硬的，但我就以这样子跟刚刚6限速度过着减速带，我不会被颠起来，我觉得很舒服，体验感很好。收回刚刚说它不热的这个话，好热啊！这辆车有点骑杜卡迪的感觉，整个热量会从这个地方，从我脚的地方传过来，整个大腿、小腿地方是非常烫的。但这辆车它其实发动机声音并不大，它的发动机蛮安静的，特别的怠速下是很安静的，会比450 MT 更小，比250 CLC 都小，而且车子的体量感很轻，我就这么摇晃车身没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是很轻快的。3、2、1。离合松掉，升档，升档，4档、5档、6档，车速快了，降个档，再降个档，再降个档，没毛病啊！这辆车换挡很丝滑，城市驾驶的感觉很棒。它不会像450 SR 那样子给到你就是很强那个鼓动感，让你整个人非常澎湃。这辆车其实虽然大部分人说很喜欢4缸声音啊，但它其实在7000转以内声音没有很大，它会让你骑起来非常的 peace。你就不会想说骑很快。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是它这个车把镜哈，这个车把镜虽然它的视野挺大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辆仿赛，不管你是复古仿赛还是什么样，你还是把车把镜放在前面好一点，因为这样子我在过一些车缝的时候，我的预判不是很准。如果是我的话，这辆车是我的，我一定会把车把镜改掉，然后在前面开2个位置，把镜子放前面去。现在3档给把油，提速略慢如果说你想要在城市道路里面超车比较得心应手的话，我会建议你控制在2档以内，这样子你的转速应该会在7000上下，刚好到7000那个峰值，你的提速就上来了。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
有比较高效的一个骑法吧。当然，如果你想要说我就想慢慢悠悠的在城市里头骑帅不骑快，那你完全可以3档以内，4档或者5档慢悠悠的骑啊。你看，现在慢悠悠的骑，比如说我升一个比较高的档，5档现在转速是4000转，也能骑，没有问题，它不会脱档的，它扭矩是有的。对，它不会像450 MT 那样子扭矩那么的弱啊，所以说实话，450 MT 扭矩偏弱。刹车也很好用，没看到那个红灯，刹车很好用。前减震的点头，预载再加大一点，点头抑制会更好。但它的前刹真的很好用，手感很棒，它没有那种空行程，一捏就有捏多少给多少，来得非常快。离合也非常轻，这个离合我用1个指头可以做，你看1个指头可以做。这辆车调教的可以说是非常新手友好吧，就我觉得是任何一个新手都能够驾驭的好这台车的一个设定。这辆车的换挡也很好换，现在的空档1档、2档、3档、4档、5档、6档、5档、4档、3档、2档、1档。空档去哪了？空档比较短，它的挂档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切蔬菜的感觉，就切空心菜的感觉。它的段落感有，但是只有那一下，就好比你的菜刀切断纤维的那一瞬间那种感觉。无论是在静态还是在动态，都可以切得很顺。就是它的空档的行程会比较短一点点，但我觉得这不是问题。这台500SR 在这种低速道路驾驶有点热，因为你速度起不来之后，它那个热量啊就会往你腿两边去拱，其实还是蛮热的，很热，真的很热。你要把车手拉起来，或者把你的腿稍微打开打大一点点，大开大合的一个姿态去骑。它的油门会在很低时速的时候，你稳不住它，它会突然给你收一下，你看又收了一下。我没有动过油门，它自己就给我收油收掉了，然后再给油，对吧？在低速油门传动感还是有一点点的。切回1档，这个是我个人能够控制的传动感，我觉得我手控的比较稳的了啊。那我不确定，如果你们来试的话，油门传动感怎么样子？如果你们有试过的话，可以给我一个反馈，告诉我是不是这样子的。特别是在5000转以内，它的油门传动感会比较明显一点。但你一旦转速上去了之后，其实就还好了。但油门传动感这个从来不是我在意的东西。一台车好不好骑还是看整体吧。那目前来说，这台车我的驾驶感受是很棒的，我很喜欢骑这台车。主要是因为它的外观，我觉得是我能接受的仿赛吧，我比较喜欢复古仿赛。其实还有一个车啊，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财特复仇者，那个车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外观，但是它用的是 K1525的发动机，那一台车的发动机的质感会不如这个强，当然声浪也没有这个好听。OK， 让我们把车骑回去，然后最后做个总结吧。OK， 我们总结一下，顺风500SR VOM 这台车其实真的整体骑下来，它的骑行质感是非常棒的，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日系4缸的感觉。然后呢，其实城市驾驶这台车它的扭矩虽然说偏弱，但是它转速真的非常快。所以像我刚刚在低速驾驶，大部分的城市驾驶，无论说是低速还是说高速，它在城市驾驶能够给到你足够的信心。我们先说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优点吧。那几个缺点我体验下来，第一个是它在低速的时候，1档油门传动会比较强。也分为2种情况，第一个是你在小油门开合的时候，它的传动感会比较明显，这个是比较难去控制的。第二点，当你维持一个比较小的油门稳住的时候，它大概5秒钟左右，它会给你切断油门，再给你回上来，这个是我油门控制住，它还是会这样子的。那么第二个，因为这是一台直列4缸的发动机，它的发热量非常的大，主要热量来自于发动机的右边这个位置。然后水温的话其实很高，基本上水温在你等红灯的时候就会升到98度左右。如果你夏天的话，我建议你穿个长裤，不要穿短裤，真的非常热。除了这2个我刚刚试驾感受出来的我觉得不足地方，这辆车给我整体的感受还是非常棒的，无论是发动机的运行质感、车架的一个几何设定，在翻身之后的灵活度，包括它的太子调校、刹车的制动力，包括减震，都是给我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作为一台原厂车完全没有动过，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平衡的。
这台车我觉得值得说的是，这个应该是杭特刹车，它的刹车效能非常的棒，刹车它没有任何的虚位，轻轻一点它就有，越给越有，前刹后刹制动的非常好。然后呢，这对正新 S3 轮胎抓地力非常好，现在手摸的还是有点粘的感觉，很棒。然后减震的预载，我觉得可以稍微再加一点点，可能加个半圈就足够了。刚刚无论是跑山还是在城市道路的激烈驾驶，整体给我的信心是非常好的。那这台车其实你要人坐上去在骑的时候，它是好看的，因为其实这台车我觉得头部这两个灯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好看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地方它的凹陷比较多，但是你人坐上去在骑的时候，整台车的饱满度就起来了，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无论是在夕阳下还是在城市道路上，它都是这条路上最亮眼的一道风光。那么下一期连发什么歌？评论区留言告诉我。